我觉得现在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能力，我坐在这里，可能是和别人有一个 Zoom 的课，我可以知道那个人很紧张。我相信我对人的判断，我没有被别人骗过，从来没有。我有一点可怕，我都不太相信我的直觉了。我总是觉得，这个人应该是很好的，他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他当然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说谎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笨啊。大家好，欢迎你看今天的播客。今天我和素清要聊一个话题，是我很想跟素清说的，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视频，学了一点东西，所以我很想要跟你分享。对，好，那我想要聊的话题是直觉。对，直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有一种感觉，觉得应该是这样，或者不应该是这样。好，那素清，你觉得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你需要思考，还是你有一个感觉，你有一个直觉告诉你这个很好，或者这个不对？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是直觉。好的，对，好，那ChatGPT 的老板呢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如果做一件事情，我很没有动力，那一般是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对的。如果我不听我的直觉，我继续做，我可能很努力，然后我做了一些事情，但是结果也是不对的，所以我就想这个很有意思。然后呢，我看了一些视频，我学到了有5种直觉很强的人。对，我会跟你说这5种人，然后你想一想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，好吗？好，期待。好，那我要跟大家说，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很有趣。对，如果我说的东西，我会尽量客观，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志飞教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啊，是专家，我不是啊，我只是觉得很有趣，我想跟我的朋友素清聊一聊。那第一种人呢，他的直觉很强，是因为他很喜欢去问自己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他很喜欢去问自己的情绪，所以很多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，或者别人做了什么事情，他会知道，我现在不开心了，我生气了，或者这件事情这个人做什么让我不舒服了，他马上知道自己的情绪。那这种人呢，他也可以去看，对，他可以看一个人，他看他的眼睛、嘴，整个人的表情，他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情绪。可能他在笑，但是他可以感觉到他可能很难过，或者可能他很尴尬。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喜欢去看别人的表情，去猜，或者你非常清楚你自己的感觉吗？好问题。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的感觉，我自己的情绪，但是别人的我不太知道。对，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很爱自己。你可能会问自己，你高兴了吗？或者你生气？不对，我不需要问我自己因为我的直觉太清楚了，所以我不高兴的时候，我马上知道我不高兴，然后我要找到那个让我不高兴的人。但是我会想，那如果你的直觉很强，为什么你不太能知道别人的感觉？是因为你觉得没关系，你对他没有兴趣吗？我自己的感觉我很清楚，然后呢，我开心或者不开心，我都觉得很重要。对，
那别人的感觉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，在中文有一个词叫讨好型人格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，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甚至他们会说：“嘿，你要看别人的脸色，对，你应该知道别人开心还是不开心。”我没有这个东西。我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嘿，你要看看别人的脸色，别人的眼色。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讨好型人格，我没有想着我要让别人开心。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东西，你就会观察别的人怎么样。对，但是我没有。对你呢？对，我和素清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我差不多知道自己的感觉，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怪怪的，可能我要坐下来放松一下，过10分钟我会知道，而且我会知道是为什么。对，不是很快的，不是马上。对，但是我也不太会知道别人，我不太会看。我觉得现在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能力，就是我坐在这里，可能是和别人有一个 Zoom 的课，我可以知道那个人很紧张。对，就他看起来可能是在笑，他看起来很放松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很紧张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能力。我没有在观察，我只是放松，我在听这个人说话，我就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紧张，或者他脑子里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第二种人，他也是比较直觉比较强的，那就是他很会看人，善于看人，就是看人很准。那有些人一看到这个人，他就觉得这个人虽然在笑，可是他有很多的不好的能量，负能量，他可以马上的感觉到，不是说他说的话是一种，不是文字，是话背后的东西，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有什么样子的问题。对，因为我记得素清跟我说过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做 YouTube 视频，然后你说有些人他很有网感，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其实我也不太懂，大概就是你可以猜到想看你的视频的人他想看什么东西。那我想这个也是一种直觉，就是你看一个人准不准。你觉得你这方面你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吗？我觉得是的。我相信我对人的判断还可以。我觉得首先我没有交过不好的男朋友。我觉得可能渣男可能觉得我不好骗。对，我有一点可怕，所以呢，我看到一个渣男，退，走开。如果我要和别的老师一起工作，我也觉得我的直觉是对的。我觉得这个人我可以相信他。然后很有意思的是，我觉得我没有被别人骗过，从来没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对人的判断应该是比较准确的。那有没有人跟你说谎，但是你相信了他，然后后来你发现不是真的？如果一个人跟我说谎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比较小心。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说谎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笨啊。OK， 对，那我真的觉得在这方面你的直觉很强，因为有时候我会问你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你可能不认识他，但是我认识，然后你说你的判断，你的感觉，我就讲，你不认识他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为什么你知道？我觉得你看人很准。
你有一个很强的直觉。我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不好，我经常看人不准，对，我都不太相信我的直觉了。我总是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好的，他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他当然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人很准，不是说我看这个人的照片，我看他的脸我就知道。一般来说是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 YouTuber， 他做了很多的视频，在他的视频里他给我看到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，我是根据他的视频然后来判断他。我很喜欢看别人的视频，然后说我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是志飞不喜欢志飞不看别人的视频。我看了我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我觉得可能我太专注于信息而不是人，我非常想要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，就是你就是去感受这个人，你觉得他可爱吗？你觉得他有意思吗？你会想跟他聊天吗？对，但是我可能一直关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很表面，你知道吗？很信息，但是它不是里面的。所以如果像你这样，你看到的是里面的东西，如果要看人的话。那第三种呢？第三种直觉很强的人是他有很多顿悟，很多顿悟。顿悟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就是好像突然你明白了，是这样的。那可能你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还有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和很不一样的人，但是你可以联系起来，然后你想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那我听到一个心理学家，他就说两个例子，一个人是孔子。那孔子呢，他就说孔子有一个很强的直觉，因为孔子看一条大河，他在大河里他就想这个就是生命，这个就是时间，你是不能往回的，大河它要往前一直走，你是不可能到的。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时间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会把很不一样的东西他觉得是一样的，他看到他有一个道理。然后还有一个人中国人都知道，大家不一定知道，是一个诗人苏东坡。苏东坡呢，他去看月亮，他就想这个月亮有时候是小的一半，有时候是很圆的，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，它就是很像人，因为人有时候很伤心，有时候很快乐，有时候你跟家人分开，有时候在一起，这个月亮就是人生，但它是很不一样的东西，但是它有很强的直觉，它有一种顿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对，有些人他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他们之间是一样的。你觉得你呢？你有没有很多顿悟或者这样子的时候？我觉得有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你举的这两个例子是大自然，看到一条河，或者是看到月亮，是大自然给他的一个顿悟。我觉得可能我顿悟的时候不是我在大自然的时候，可能不是，有可能是我听到一个故事的时候，或者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，对，所以有也是，对对对，不一定是大自然，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时间的信息，马上在一个时候，我明白了。你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吗？最近比较多，对，我觉得最近比较多，因为最近有在看书，对，所以呢，顿悟比较多。很好很好，我有非常多的顿悟，我觉得在这一点，我可能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。对，如果我看到，比如说，如果我看到树，我会觉得那个是我的妈妈。
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爱，他在那里，好像这个树在告诉我，你很安全，你看这个世界很好，没有什么大事。我可以觉得，哦，妈妈，这是我的妈妈，我可以感觉到。对，我经常跟我的男朋友说，我有一个顿悟，我要告诉你。对，可能我会看一个视频，但是这个视频的这个人的生活和我完全不一样，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些就是人的东西，让我感觉到可能觉得生命是这样子的，或者理想是这样的，或者有些东西不需要担心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有很多这样子的联想。那我们再看第四种人呢，就是他很喜欢思考还有分析。他说的就是你通过一件事情，然后你可以想到别的事情，你会两个事情放在一起，然后你会去做一些分析。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习惯，那也是你自然而然的，就是你的直觉，就是你会有一种本能，马上的分析，你的直觉可能也会越强。对，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吗？喜欢思考很多，然后很深的思考，然后分析一件事情。我喜欢做很深的思考，我也很喜欢和朋友聊很深的话题。分析，我觉得要看分析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我不是那种什么东西都要分析，都要很清楚的人。对，有的时候我觉得，我感觉这样是对的，那我就做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我想，如果我去分析，我可以做得更好。有的时候我愿意，但是不是所有的时候。我觉得，我感觉你比我更擅长分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很厉害在这一点上，有可能，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跟我们刚才说的点不一样，因为感觉直觉就是你的一种感觉，但是这一点是说，你很喜欢分析，然后你喜欢去思考，好像是跟直觉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觉得也有可能，另外一点是，如果你问我素清，你喜欢去分析别的人吗？那我觉得，有可能，对，但是我不是说，今天我要坐下来，我要去分析一下这个人，他的第一点、第二点是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我在看他的东西的时候，然后我心里面会有一个判断，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，我可以大概想一下，我可以不可以和他合作，我可不可以相信他？对，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人说你要去做。没有，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一个人的视频，我看到他写的东西，那我可能我在心里面会去分析他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分析，他是不是也是我的直觉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我们可能要想知道更多知识，我们还要去学习，因为我们两个也不是心理学家。对。那如果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分析，但是可能跟人不太一样，不是真的是人，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意思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对，我可能会问很多个为什么，有时候问到我自己觉得很累，然后我觉得太累了，我要去睡觉，可能我忘了，但是半个月以后我又会想到这件事情，然后我马上有了一个答案。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分析，可能是就是分析，然后还有一种感觉，马上的对，有一种这个就是答案。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可能跟直觉无关，就是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它其实是什么？我喜欢这件事情。就是我觉得，比如说老师这个工作，对，看起来是教中文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连接，对，然后其实是一种付出的感觉，就是 I'm available for you，就是我在这里
我在这里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我可能去找，我觉得这个人很适合，他给我这种感觉。第5种人呢，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声音的，就有个声音他会告诉你。那比如说，那我看的这个人他就说，比如说你可能去面试，那这个公司说给你很多钱，很好的条件，可是你就是觉得不对，你觉得这个人在骗我，我跟他不对，我不想跟他一起。或者你在生活中有人对你好像很好啊，可是你就是有点讨厌他。有时候有的人他的内心的声音很大很大声，虽然有一件事情看起来是对你有好处的，你都觉得我不要做，因为我的内心的声音说不要这样做。你觉得你有很强大的内在的声音吗？我觉得我有。对，有的时候这个声音它不一定是很清楚的，但是我大概知道我要还是不要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，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。对，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不太分析，所以我是比较相信我的直觉判断。OK， 那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因为你分析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但是直觉的答案，如果你的直觉很准，那很轻松。对，可是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我昨天看了一本书，然后呢，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人他说到了2种思考的方式，我们说2种思维。一种思维叫文科生的思维，然后文科生呢，就是可能会觉得你看到一个故事，你很难过，你很开心，然后你觉得应该是这样的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理科生，理科生就是逻辑，我们看事实，对不对？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觉得很好。之前在美国有一个人做了实验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告诉很多美国的人，在非洲这个国家有很多孩子，很多儿童没有东西吃，你可不可以给他们钱？可能有100万的孩子没有东西吃，你可不可以给他钱？ OK， 他可能给100个家庭说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他们给另外100个家庭说，在非洲有一个孩子非常漂亮，然后呢，他的学习也很好，可是现在他没有钱去学校，你可不可以给他钱？那你可以猜一猜，在这个实验里，第1种情况还是第2种情况，他们拿到的钱多？志飞，你猜猜？不会是漂亮的非洲人这一种情况吧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能是第2种。对，就是第2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这个人他就说了，第2种就是他是一个很具体的人，你听到一个很具体的故事，然后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帮他。对，这个就是文科生的思维，你的思考方式就是你的直觉是什么。那第1种就是你说非洲有100万的孩子不可以去学校，不可以吃饭，太多了。对 ，OK， 有一个事实，然后呢，对，然后我想，天哪，我就是那个听具体的故事。如果我听到1个孩子很可怜，那我要给他钱。但如果我听到100万个孩子，我就觉得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帮他们。对，明白。这个故事跟强大的内在声音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我有很强大的内在的声音，但是它不一定是对的，它是我的直觉。对，就是很多人觉得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，你觉得的东西是你的直觉，它和事实有可能是不一样的。明白。对，但是这个就是强大的内心声音，就是可能看起来它不对，但是你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对，但是如果它不对，那你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再想一想，我这个强大的内心的声音，我可以听它的吗？明白。对，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很强大的内心的声音，我可能有1-2个声音，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
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，我这个很好。对，平时的时候没有很多声音，我可能对就是觉得哇，我跟那个大的目标有很大的连接。那对，现在我发现我需要这样的声音，可能在平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个声音会告诉我，志飞，你不需要做这件事情，志飞，你不需要这么辛苦，或者志飞，你可以休息一下。我觉得可能很多这样的声音我一直没有听，现在慢慢的有听到，可能还需要更多这些声音。对，我觉得直觉是我以前有告诉志飞，我说直觉，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它是在保护你，是我们很多年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直觉，我们觉得危险要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听这个声音。对，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我们现在的危险不是说有一只老虎要来吃我，不是这个，我们有很多的信息，然后呢你又听了很多的信息，然后你要相信哪一个？这个时候如果你只相信内心的直觉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危险的。对，是，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一直听到的声音就是你要分析这个是事实，你不要用感觉。就是对，如果我说我感觉是这样，可能别人觉得你有病吗？你为什么不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？对，所以我长大的环境一直是这样的。到现在我慢慢的发现，我们人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直觉，它可以告诉你很多东西。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最后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平衡。就是有的时候你要相信直觉，有的时候你要去看事实。很有道理。好，那我要谢谢素琴今天陪我聊一个我们可能比较深的一个话题。对，大家觉得这样子的话题怎么样？可以听得懂吗？你们感兴趣吗？对，留言告诉我们。今天我们说到这里，素琴，下次见。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